大家好，我是小玉。像这样的打包盒大家都见过吧？平时出去吃完饭之后，用它来打包一些剩菜剩饭。很多人拿回家之后，把里面的饭菜吃完了，直接就把这个打包盒扔掉了。其实像这种的打包盒，我们在饭馆或酒店打包饭回来的时候，这个打包盒是收了钱的，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基本上一个的价格是1块钱。试想一下，像这种的打包盒，我们拿回家之后，把里面的饭菜吃掉了，直接扔掉，就真的太可惜了。而且这种的打包盒它的质量非常好，还可以反反复复的利用。所以说像我家每一次用完的打包盒，从来都没有直接扔掉过，都是稍微改造一下，放在厨房里面，全家老小抢着用，邻居见了也纷纷来学。打包完饭菜的打包盒拿回家之后，我们用自来水把它刷洗干净，刷洗干净之后，再用毛巾把上面的水渍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才更加的方便。全部清洁干净后擦干水分，就是这样子的。打包盒质量好不好，是不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可以反复利用的，我们看一看这个打包盒盖子上面的这些图标，或者是打包盒底部的图标，就能轻松的辨别它是否好的打包盒。如果是好的打包盒，那么就可以继续再利用。就像这个第一个图标，一个杯子一个叉子，说明是食品级的标准，可以用来盛食物，还可以用来盛热水，依次过来。雪花代表可以放进冰箱，第3个图标是可以放进微波炉，而第4个图标是一般餐盒都有的标记。由此可见，我们的这个打包盒它是食品级的，而且非常耐用，可以反复循环再用。那么到底怎么利用才有价值呢？其实我们的打包盒用完之后，还可以放在家里面盛水果，放一些剩的剩菜剩饭，都特别的不错。而且每一次热的时候，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热，也特别方便。除了可以放这些东西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它改造一下。先把打包盒上面的这个盖子取下来之后，沿着盖子里面的这个边缘处将它剪开。这个一次性打包盒材质非常的脆，剪的时候如果太过用力的话，很容易就把它剪烂了，剪烂之后就不好用了。所以说剪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家里面如果有电烙铁的，我们用电烙铁来进行改造会更加的方便。剪好之后，再准备一个打火机，把打火机打燃，然后利用打火机的火焰，在刚才的剪口处烤一烤。烤的时候要注意，每一个地方不要停留太久，停留太久的话，就把那一个地方烤坏了。所以说我们要一边旋转一边用火来烤，烤过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平滑，用起来也更方便更安全。烤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接着我们把家里面的纸巾直接放到一次性打包盒里，然后把刚才改造好的打包盒盖子盖回到打包盒上面，把盖子压严实，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纸巾盒。平时手比较巧，比较喜欢做手工的朋友，可以把它稍微装饰一下，这就更漂亮了。要知道，我们平时在外面去买一个纸巾盒子，少说也得10几20块，但是我们自己用打包盒这样做的纸巾盒子，不花1分钱，而且造型美观，不管是放在客厅的餐桌上，还是放在厨房，都不用担心纸巾不小心被打湿、被弄脏了。那么这样处理过的纸巾盒子，
不仅可以直接放到桌子上用，台面上用，还可以在底部打上热熔胶。打热熔胶的时候稍微多打一点，这样后期贴的才更结实。打好胶之后，直接把它贴在厨房的墙面上。厨房纸巾家家户户都会用，但平时如果是直接放在厨房案板上的话，我们平时杀个鱼、杀个鸡，手上都是油乎乎的、血腻腻的，直接把手拿到里面去取纸巾，还溅得到处都是血渍，纸巾也被弄脏了。但是有了这个纸巾盒之后，我们把它悬挂在墙面上，这样一来，在抽取纸巾的时候，不仅非常的方便，而且还可以防止纸巾被打湿、被弄脏。尤其是只剩下一张纸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纸巾缩在里面不出来，直接挂在墙面上，要多少取多少，十分的方便。每一次纸巾用完后，我们把盖子揭开，重新换上一个新纸巾，就完事了。而且把纸巾这样挂在墙面上，看起来也特别的美观大方，不占任何地方。第二个用途和刚才一样，把一次性打包盒改造一下。这一次改造的地方有所不同，刚才改造的是打包盒的盖子，这一次要改造的是打包盒的底部。随便找一个打包盒底部的地方，用剪刀先给它剪上一个小切口。剪上切口后，现在再来改造就方便许多。沿着这一条线，把打包盒的底部剪开，也剪到刚才相同的位置，斜线往上剪，剪到打包盒侧面的地方，给它转过弯回来，再沿着这一条边将它剪过去。剪好之后，把一次性打包盒的底部翻过来，也和刚才一样，打上一圈热熔胶。接着把它紧贴在洗碗池的旁边，用手按压一会，让打包盒固定得更加牢固。用手按一按，效果会更好。1分钟之后，打包盒就已经完全固定在水池旁边了。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平时刷锅洗碗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洗完锅、刷完碗之后，百洁布上面有大量的水分，很多人都是直接放在灶台上或者是台面上，此时会导致台面大量积水，尤其是洗碗池旁会积攒大量的积水，时间一长就会发出恶臭味，而且特别容易招惹蚊虫。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烦恼，但是有了我们的这个一次性打包盒之后，每一次洗完锅、刷完碗之后，直接把这些刷完洗过的毛巾、百洁布还有海绵刷直接扔到打包盒里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将上面的水漏干，不会导致台面积水。抹布上面的水分直接从打包盒底部我们刚才剪开的这条缝隙之中就直接被过滤出来了。这样一来，不仅水池旁边非常的干燥干净，再也不怕有积水。除此之外，咱们用来刷锅洗碗的百洁布、毛巾、海绵垫等都会比较干净，用起来也更放心。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打包盒的2个神奇妙用，你也赶紧回家试一试吧，真的超级好用。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